程砖上的血是真的，程毅这部戏把物质真实拍回来了。江山永固，就这4个字，你先别急着划走啊。我知道古装剧里谁都能塞这么一句台词，但今天我想从这种袍子背后聊起，因为这种龙袍上的每一道花纹可能都不是凭空画出来的，它是从博物馆里一帧一帧抄回来的。我们今天不聊表演内心戏，不聊朱瞻基这个人物心里多复杂，那些以前聊得够多了。今天只挖一个角度，一个我自己之前完全忽略的角度，一部戏的物质性。说白了就是戏服是真考据的吗？现场的血是真的吗？水是真的水吗？那么问题来了，这种龙袍上的纹样到底从哪儿抄来的？先说结论，你可能不信。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两京15日李承义穿的这身红色龙袍，纹样是复刻孔子博物馆藏的蟒袍纹物的。云间通秀、海水江崖纹，这些不是设计师拍脑袋画的，是有实物出处的。头上那顶梁冠，双龙戏珠的结构，参考的是香港故宫的藏品。我跟你讲，这个事儿你得是真去查了博物馆资料的人才知道有多较真。这里我得插一句专业的，这个术语我当时也是查了半天。明代的服制里，龙和蟒是2个等级。简单说，龙是5爪，蟒是4爪，蟒比龙低1级。剧里用到的绣兰生蟒，这个生指的是纹样的姿态。你品，一个剧组连该用龙还是该用蟒这种细到普通观众根本不会注意的地方，都按明代服制走，这是什么概念？这就好比下围棋，外行看就是黑白子摆来摆去，内行才看得出来这一步是长远布局，走的是大棋。服化到这块，剧组走的就是大棋。不过这部分我得保留一句，具体哪件文物对哪个纹样，凭印象说啊，别太当真，如果有错，评论区指正。但大方向上，抄自博物馆这件事是站得住的。说回这个事，光是抄的像还只是第1层，再往深一层，戏服在这部戏里根本不只是衣服，它是在讲故事。你注意看朱瞻基这个角色，他的衣服是分3个阶段的。一开始华丽，逃亡路上粗布，最后龙袍。这不是简单的换装，这叫 visual storytelling， 视觉叙事。衣服越穿越低，人却越走越高，从一个只想保命的太子到一个心系天下的人。这种手法不是国剧独创啊，韩剧《阳光先生》里就这么干，主角的服装跟着他的处境心境一点点变。美剧《广告狂人》啊，对了，我得先说个背景，不然你 get 不到这个点。广告狂人那部剧是出了名的拿服装当角色心理的标尺，谁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西装都有讲究。行，现在拉回程毅这边，我想说的是，一个演员要 hold 住这种衣服在变，人也在变的叙事，光衣服做得好没用，得人撑得起来。3套截然不同状态的造型穿在身上，能让你一眼看出他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处境，这个 level 不是谁都行的。重点来了，聊完衣服，咱们等下到现场去看看这戏到底是怎么拍的。两京15日最让我意外的是他沿着京杭大运河实景拍的，从南京到北京，镜头是真的走了一遍运河，画面从富丽的宫殿一路切到破败的市井、纤夫的码头。这里有个点容易被忽略，据这部戏的相关说法，演员在现场是真切感受到了运河边那种苦的，然后这种感受能反过来喂养角色从只为自保到心系天下的内在转变。这个方法论，业内有个说法叫 method by environment， 让环境自己去改变演员。你不用拼命跟演员讲你现在要悲悯众生啊，你把它扔到真实的运河边，真实的码头上，那个苦是扑面而来的，他自然就接住了。这种拍法火候的刚刚好，食材好，厨子也好，这道菜才出得来。然后还有个事儿，据幕后流出的说法，有一场戏，程毅的手被木刺扎穿，程砖上留下了真实的血痕。我先说清楚啊，别误会，听完整再判断。这个细节信源不够硬，我标个待核实，你们别当成铁证。
但如果是真的，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敬业和没必要受这个伤，边界到底在哪儿？网上确实有种声音是这么说的，这么拼是不是有点过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特效、替身、安全措施，何必让演员真受伤？这个问题问的不是没道理，但你得把它放到世界电影的坐标里看。汤姆·克鲁斯为了碟中谍自己挂在真飞机上自己跳，成龙一身的伤疤，哪一块不是真拼出来的？这些人我们今天回头看，记住的恰恰是那份真。所以我倾向于这么理解，这种投入是演员对作品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谁逼的。它稀缺，恰恰说明它珍贵。等等，我得说准确点，不是说受伤值得鼓励啊，安全永远第一。我是说，那份我愿意为这个角色拼到这个程度的心，是真的。懂行的都知道，这种东西不是个人能轻易装出来的。顺着这个思路，还有一场雨中下跪的戏，幕后传出说拍了10几次，具体多少次我标个待核实啊，有的说17次，我没拿到一手资料。那17次到底是艺术标准，还是没意义的折磨？我给你个对照，斯坦利·库布里克拍《闪灵》，按流传很广的说法，要求谢利·杜瓦尔同一场戏反复重拍，这个数字我当时看到也愣了，上百次。比起来10几次反而显得很克制了。所以到底我们在讨论的不是拼不拼，而是为了什么拼？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当戏服是从博物馆里抄出来的，当城砖上的血是真的血，当镜头里那条运河是真的大运河的水，我突然有个感觉，2026年的国剧是不是正在往回走？走回那个港片80、90年代，讲究实景、实物、真功夫的年代。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我想这个事儿想了挺久。我们被绿幕、抠图、滤镜糊弄了太多年，以至于看到一件真考据的戏服，一滩真的血，会有点不敢相信。说句实在的，做这期之前，我对这种竞业新闻是有点抵触的。我一度以为，这不就是又一波卖人设的营销通稿吗？古装剧哪个不说自己考据，不说自己实景？当我把孔子博物馆的纹样，把运河的实景，把那些幕后一条条捋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也曾经误会过它。这回的真，是真的真。我自己有个一直放不下的感受，走得慢，拍得笨的人，反而常常把东西做得最扎实。这种叫真，值得被看见。懂的人会懂。今天这期就到这儿。你要是看了正片，回来评论区告诉我，那件龙袍你看出门道了吗？